清晨5點30分，北京國貿地鐵站。李強揉了揉惺忪的雙眼，和往常一樣擠進了早班地鐵。10年前他大學畢業時，就是帶着北漂夢想來到這座城市。而今，雖然已經是某跨國公司的中層管理者，年薪50萬，但依然感覺生活在崩潰的邊緣。房貸每月要還2萬，孩子幼兒園學費1年12萬，父母養老。李強掰着手指細算，發現即便自己起早貪黑，拼命工作，每個月依然入不敷出。這讓他開始質疑，為什麼自己明明是人人豔羨的金領，卻始終無法擺脫財務壓力。事實上，李強的困境並非個例。在當今社會，無數像他這樣的都市精英們正在經歷着同樣的焦慮，看似光鮮的高薪，實則經不起生活的具體盤算。統計數據顯示，在一線城市，即便月入5萬的中產階級，62%的人依然覺得收入不夠花。究其原因，這些人都落入了同一個陷阱，他們只是在用時間和體力換取報酬，而沒有真正理解財富增長的本質。正如清朝的老百姓，年收入33兩白銀，年支出卻需要36兩。這3兩的差距，注定讓他們永遠在溫飽線上掙扎。而另一個現實是，在同樣的時代背景下，總有一小群人能夠輕鬆實現財務自由。比如2019年某電商平台的創始人，僅用3年時間就實現了100億身價。又如新能源行業裡，一些早期布局者通過精準的產業規劃，讓資產實現了幾何式增長。這些人的共同特點是什麼？他們都精通做局的藝術。所謂做局，並非是常人理解的陰謀詭計，而是一種更高維度的思維方式和行動模式。它要求我們跳出傳統的努力工作就能成功的思維定式，轉而學會在更大的格局中謀劃未來。1. 布局為始。什麼是布局？布局本質上是一種戰略性的規劃和部署。這就像下圍棋，高手往往不是盯着眼前的一子得失，而是着眼於全局，通過前期的布置為最終的勝利奠定基礎。在商業世界中，布局同樣遵循這個原理。它包含3個核心要素。第一是時機，選擇正確的時間點進入某個領域或開展某項事業，往往能事半功倍。就像2015年大力發展新能源汽車的企業家，他們抓住了全球能源革命的浪潮，獲得了遠超預期的回報。第二是格局，布局者需要具備宏觀視野，能夠洞察行業發展趨勢和社会變革方向。很多人之所以失敗，就是因為格局太小，只看到了眼前的利益。第三是資源整合能力，優秀的布局者善于調動和組織各種資源，形成強大的競爭優勢，借勢而為，把握時代機遇。在眾多成功案例中，拼多多的崛起堪稱教科書級的借勢布局範例。2015年，當阿里巴巴和京東都在競相布局高端市場時，黃崢敏銳地發現了一個被忽視的巨大機會——下沉市場。他認識到，中國有近7億的農村人口和3、4線城市居民，他們同樣渴望網購，但現有的電商平台並未很好地服務這個群體。於是，他創立了拼多多，主打便宜和拼團2大特色。這完美契合了下沉市場消費者的心理和消費能力。短短幾年，拼多多就成長為中國第2大電商平台。再看新能源產業的布局者，2012年，當特斯拉還在為生存而掙扎時，寧德時代的創始人曾毓群就已經開始布局動力電池領域。他預見到，隨着環保意識的覺醒和技術的進步，新能源車必將成為未來的主流。為此，他投入大量資源研發電池技術，同時積極與各大車企建立合作關係。如今，寧德時代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動力電池制造商，市值超過1萬億。這些案例告訴我們，布局的關鍵
在於準確把握時代大趨勢，並找準自己在趨勢中的定位。俗話說，站在風口上，豬都能飛起來，但前提是你得先找對風口。在商界有個著名的故事。2008年，馬雲在參加一個企業家論壇時說，未來10年，中國最大的機會在於消費升級。當時很多人都不以為然，認為在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，消費只會下滑。但馬雲看到的是另一個維度，中國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城市化進程，新一代年輕人的消費觀念和他們的父輩完全不同。他基於這個判斷，帶領阿里巴巴開始了全面的戰略轉型，重點布局線上支付、雲計算和新零售。10年後的今天，我們都知道這個判斷有多麼準確。這就是格局的力量，它不僅僅是一個人的視野有多寬闊，更是一種能夠突破常規思維的能力。如何培養格局思維？我們可以從3個維度來理解。時間維度的格局，優秀的布局者總是着眼於更長遠的未来。比如華為任正非在2010年就開始布局6G 技術研發，當時5G 都還沒有開始商用。很多人不理解，為什麼要在技術路線圖都還沒明確的情況下投入如此巨大的資源？但任正非的解釋是，未來是不確定的，但我們可以確定的是，通信技術一定會不斷進步。只有在別人還在猶豫時就開始布局，才能在機會來臨時搶佔先機。這種超前10年的布局，正是大格局者的特徵。空間維度的格局。2016年，很多人還在爭論新能源車是不是曇花一現時，比亞迪創始人王傳福已經開始在全球布局電池工廠。他的思維不局限於中國市場，而是放眼全球能源革命的大趨勢。未來不是某個國家或某個企業的競爭，而是整個產業鏈的競爭。王傳福的這個判斷，讓比亞迪在全球新能源浪潮中佔據了有利位置。認知維度的格局。小米創始人雷軍說過一句話，站在風口上，豬都能飛起來。但關鍵是你得先認出那是風口。這句話點出了格局的第3個維度，認知的高度。它包括對行業發展規律的深刻理解，對社會變遷趨勢的準確把握，對人性需求的本質洞察。舉個例子，為什麼抖音能在短視頻領域後來居上？因為張一鳴看到了一個本質，在信息過載的時代，人們更需要的不是內容本身，而是高效獲取內容的方式。基於這個認知，抖音開發出了獨特的算法推薦機制，準確地抓住了用戶的注意力。反觀那些失敗者的思維特點：一、目光短淺，只看眼前利益，不願投入長期布局；二、視野局限，把自己局限在某個小領域，看不到更大的發展空間；三、固步自封，不願意接受新事物，總是用過去的經驗判斷未來。記住，真正的布局高手從來不會被當前的困難所困擾，而是始終保持着对未来的清晰洞察。他們深知，今天的布局決定明天的格局，今天的付出決定明天的收穫。二、控局為生。在中國象棋中，有一個著名的成語叫布局謀士。高手對弈，布局僅僅是開始，真正的考驗在於如何控制整盤棋的走勢。商場如戰場，同樣的道理。在我們進一步探索之前，我們有一個激動人心的消息要告訴大家，我們已經開通會員功能了。現在，您可以加入我們的會員大家庭，享受会員專屬影片和更多獨家內容。別忘了關注才知道，並點擊小鈴鐺，我們將繼續揭示更多關於金錢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實現財務自由。控局的核心，人性。古人說人性本善，也有人說人性本惡。但在商業的世界裡，我們更需要客觀地認識人性的本質。人都是趨利避害的，都有自己的慾望和訴求。控局的高手往往深諳人性，他們懂得，與其改變人性，不如學會駕馭人性。
讓我們來看看人性中最常見的7大弱點，以及頂級玩家是如何運用這些特點來進行控局的。1. 从众心理。人們總是傾向於追隨大眾，害怕與群體格格不入。社交媒體平台就深谙這一點，他們通過點讚數、轉發量等數據，制造出一種群體認同感，引導用戶的行為方向。2. 稀缺心理。越是難得到的東西，人們越想要。小米手機早期就善用這一心理，通過飢餓營銷制造產品稀缺感，引發搶購潮。3. 攀比心理。人們總是忍不住與他人比較。房地產商深谙此道，他們往往通過打造身份象徵的高端社區，刺激购房者的攀比心理。4. 貪婪心理。這是人性中最常見也最容易被利用的弱點。股市中的莊家就經常利用散戶的貪婪心理，通過制造行情誘使其追高買入。5. 恐懼心理，害怕錯過 FOMO 是當代人的通病。數字貨幣市場就經常出現因恐慌情緒導致的暴漲暴跌。6. 虛榮心理。人們渴望得到認可和讚美。奢侈品牌就是靠着滿足人們的虛榮心理在獲取超額利潤。7. 僥倖心理，我可能會是那個幸運兒的心理，讓彩票業常年穩賺不賠。控局的制勝之道：信息、場景與情緒的藝術。在商場如戰場的競爭環境中，控局策略的運用往往決定着最終的勝負。一個成功的控局者必須精通信息控制、場景營造和情緒調動這3大核心策略。讓我們深入探討這些策略背後的深層邏輯和實戰應用。信息不對稱策略的精妙運用。在信息時代，信息的價值往往超過實物資產。高明的控局者深谙信息控制之道，他們懂得運用信息差來創造優勢。舉個典型的例子，某知名科技公司在新產品發布前，會有計劃地洩露一些產品信息，這些信息往往是經過精心設計的，既能吊足消費者胃口，又不會暴露產品核心賣點。信息控制的關鍵在於把握節奏，就像中醫把脈一樣，要讓信息的釋放如同脈搏般有規律。過快會讓人應接不暇，過慢則會失去吸引力。優秀的企業往往會把重要信息分解成若干個小信息點，按照預設的節奏逐步釋放，既保持了市場的持續關注度，又能最大化信息的影響力。場景營造的藝術。场景營造不僅僅是物理環境的布置，更是一種心理空間的營造。以高端商場為例，從入口的寬敞氣派，到精心設計的購物动線，再到適宜的溫度、燈光和背景音樂，每一個細節都在潛移默化地影響着消費者的購買決策。高明的談判專家更懂得利用場景營造來獲取優勢。他們會精心選擇談判地點，考慮座位安排，甚至是室內溫度的調節，都是為了在無形中獲得心理優勢。一位資深談判專家曾說，談判之前的场景布置往往決定了談判的 50% 結果。情緒調動的精準控制。人是感性的動物，情緒往往能夠左右理性判斷。成功的控局者深谙情緒調動之道，他們知道在什麼時候制造緊張感，什麼時候營造期待感，什麼時候又該給予釋放感。在互聯網產品運營中，情緒調動策略被運用得淋漓盡致。從註冊時的及時獎勵帶來的驚喜感，到點讚機制帶來的認同感，再到社交壓力帶來的焦慮感，每一種情緒的調動都經過精心設計。這3大策略的綜合運用在各個領域都有着精彩的案例。在房地產市场，開發商通過信息控制制造稀缺感，通過精心布置的樣板房營造理想生活場景，通過限時優惠等手段調動購買情緒。在股市中，主力資金通過消息面、技術面的配合，加上情緒面的調控，形成完整的控盤體系。高明的控局者懂得，這些策略不是單獨運作的，
而是需要協同配合、相互呼應。就像一場精心編排的交響樂，每個部分都要恰到好處，才能奏出動人的樂章。而最高境界的控局，是讓目標群體在不知不覺中接受你的影響，做出你期待的選擇。正如《孫子兵法》所說：“不戰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。”這就是控局的最高境界。需要特別強調的是，控局不是為了欺騙或傷害他人，而是為了在商業競爭中佔據有利位置。真正的高手都懂得，只有基於雙贏的控局才能長期持續。就像一位頂級投資人說的，在商場上，最高明的控局不是算計別人，而是讓對方心甘情願地接受你的規則。這就是控局的藝術，既要看透人性，又要尊重人性，既要順勢而為，又要掌控全局。3. 收局為安。知進退，明得失是中國古代兵法的精髓。在商場上，一個高手的成熟度不僅體現在如何布局、控局，更體現在他能否在適當的時候收局。正如李嘉誠所說，永遠不要賺最後一個銅板。收局的時機把握，什麼時候該收局？這是每個布局者都必須面對的關鍵問題。總的來說，以下幾個時刻需要特別警惕。一、當行業增長曲線開始放緩。在任何行業，增長都遵循 S 型曲線規律。當增長速度開始減緩，就是第一個收局信號。例如2021年，多位資深投資人就是看到教育培訓行業增速放緩，提前撤出，避開了後來的政策風險。2. 當競爭對手開始瘋狂擴張。市場競爭到了白熱化階段，往往意味着行業拐點即將到來。2010年房地產行業千億軍團擴張最瘋狂的時候，正是溫州炒房團悄然撤離的時機。3. 當政策風向出現微妙變化。政策往往是市場的領航燈，比如新能源補貼推坡前，一些敏銳的投資者就已經開始調整持倉結構。4. 當市場出現非理性繁榮。當出現這次不一樣的聲音，當街頭巷尾都在談論某個投資機會，這恰恰是最危險的時刻。收局的方法論。成功的收局必須遵循以下原則： 1. 分批操作原則。不要試圖一次性完全退出，應該設計好退出路徑，分多個階段實施。這樣既能避免引起市場恐慌，也能給自己留下轉圜空間。2. 靜悄悄原則。高手收局從不高調宣布，他們往往在外界還沉浸在繁榮景象時，就已經悄然完成了資產轉移。3. 轉型過渡原則。不是簡單的撤離，而是同時布局新的增長點，這樣可以實現軟着陸，避免硬着陸的風險。4. 底線思維原則。設定好止損點，一旦觸及就必須堅決執行，不能抱有僥倖心理。頂級資本家的收局智慧，李嘉誠與巴菲特的制勝法則。在商業世界中，李嘉誠與巴菲特這兩位傳奇人物，為我們展示了什麼才是真正的收局智慧。他們的成功不是偶然，而是源於對市场的深刻理解和獨到的戰略眼光。李嘉誠完美詮釋收的藝術。被稱為超人的李嘉誠，其最令人称道的就是他對市场的敏銳嗅覺和果斷的戰略轉型能力。從他的投資軌跡可以清晰地看出一個商業大師是如何運籌帷幄的。2013年，當大多數投資者還沉浸在中國房地產市場的繁榮中時，李嘉誠就開始了他的戰略轉移。他先是逐步減持非核心的房地產資產，這個動作非常微妙，既沒有引起市場的恐慌，又為接下來的戰略轉型預留了充足的流動性。2015年，他將投資重心轉向歐洲市場。這個決策的高明之處在於，歐洲當時正處於經濟低迷期，資產價格相對低廉，而且政策環境穩定，非常適合長期投資。在這個過程中，
李嘉誠展現出了高超的資產配置能力，一方面通過收購歐洲的公用事業等穩定收益項目，確保了穩定的現金流；另一方面也在科技等新興領域布局，為未來發展埋下伏筆。到2018年，當他宣布退休時，整個商業帝國已經完成了平穩過渡。這個時間點的選擇也極具智慧，既是在企業高峰期完成交接，又避免了後來的各種市場動盪。巴菲特，科學的止盈藝術。相比李嘉誠的大手筆戰略轉型，巴菲特的收局之道更具有可操作性和普適性。他的20-40-60法則已經成為投資界的经典。當投資收益達到 20% 時，收回本金，這確保了最基本的安全性。後續的操作就是在用利潤在賺錢，心態會更加平和。在 40% 的收益點收回一半利潤。這個決策的高明之處在於，既鎖定了可觀的收益，又保留了足夠的倉位分享後續可能的上漲空間。當收益達到 60% 時，就要認真考慮全部撤離了。巴菲特認為，過高的收益往往意味着泡沫的存在，這時候就要警惕風險，適時收手。更難能可貴的是，巴菲特始終保持着充足的現金儲備。在別人看來，這些現金可能是閒置的，但在他看來，這是抓住機會的彈藥。2008年金融危機時，正是这些充足的現金儲備，讓他能夠在市場最低迷時逆勢收購，獲得豐厚回報。普通投資者的實踐之道。對普通投資者而言，要想在市場中長期生存，必須建立自己的止盈止損體系。這不僅是一個技術問題，更是一個心理問題。首先，要建立嚴格的止盈止損制度，不要抱着僥倖心理，認為再等等就會有轉機。市場是無情的，一旦錯過最佳賣點，可能就要承受巨大損失。其次，要培養對市場的敏感度，這需要持續關注行業信息，建立自己可靠的信息渠道。但更重要的是要學會獨立思考，不隨波逐流。再次，要有效控制貪婪心理。市場永遠不會缺少機會，但如果貪婪佔據了上風，往往會讓之前的努力功虧一簣。最後，要做好全面的資金規劃。合理的資金分配、適度的槓桿運用以及充足的安全墊，這些都是確保能夠長期在市場中生存的關鍵因素。記住，投資市場從來不缺少機會，缺少的是智慧和耐心。真正的高手不在於賺了多少，而在於能否穩健長久地賺下去。正如巴菲特所說，在別人貪婪時恐懼，在別人恐懼時貪婪，這或許就是最樸素但最有效的收局智慧。最後要強調的是，收局不是終點，而是新的起點。一個成熟的布局者，在收局的同時就已經在思考下一個機會。就像自然界的循環一樣，收局之後是新的布局，布局之後是新的控局，這就是商業的永恆規律。記住，在商場上，不是你撤退的太早，而是往往撤退的太晚。真正的高手永遠記得見好就收這個永恆的真理。縱觀商業歷史，能夠真正成為頂級玩家的人，無一不是精通布局、控局、收局這三門藝術。正如一位華爾街投資大師所說，商場如棋局，高手過招，勝負往往在第一手就已經注定。讓我們再次回顧三大核心要點。第一，布局之道在於格局。要學會跳出當前的局限，用更高的維度思考問題。记住，趨勢的力量大於個人的努力，只有順勢而為，才能四兩撥千斤。第二，控局之術重在人性，理解並善用人性，而不是对抗人性。最高明的控局不是強制，而是讓對方心甘情願地接受你的規則。第三，收局之智貴在及時，不要貪戀最後的利益，給自己留有餘地。正如李嘉誠所說，不要賺最後一個銅板，
這不僅是智慧，更是對未來的尊重。行動指南：一、從現在開始，每天拿出30分鐘，關注行業趨勢和政策動向，培養自己的宏觀思維。2、建立自己的信息收集系統，包括但不限於核心行業的專業報告、權威專家的觀點解讀、一手的市場調研數據。3、設定明確的止盈止損點位，並嚴格執行，不要讓情緒影響自己的判斷。4、保持終身學習的心態，向成功者學習，但建立自己的思維體系。記住，在這個快速變化的時代，最危險的不是你不知道某些事情，而是你以為你知道。所謂的高手，不是賺得最多的人，而是能夠基業長青的人。正如這個視頻開頭提到的李強，其實我們每個人都可能是他，都在尋找人生的破局之道。但區別在於，有人選擇繼續在既定的軌道上奔跑，有人則開始學習布局之道，尋找屬於自己的人生棋局。記住，你的命運永遠掌握在自己手中。下一盘好棋，走好人生路，這才是真正的頂級高手之道。關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帶你解鎖更多金錢的真相。